丽丝律师事务所的董事会成员早已经悉数在律师事务所的高层会议室内等候。他们也知道吉米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搭上了线，所以也不敢有任何怠慢。常在纽约和不常在纽约的，都早早赶过来候着。这种感觉像极了一个封建王国的三流家族，原本连皇家的边都沾不上，却忽然出了一个秀女，被皇帝封了个常在，就好像整个家族终于有一个人能上达天听了。所有人都盼着她能够在宫里上演一场《甄嬛传》，从常在一路升级打怪成为皇后，好让整个家族蓬荜生辉。就连爱丽丝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她安抚吉米只是其一，在她看来，安抚吉米不是问题，关键是安抚好吉米之后，如何让其为爱丽丝律师事务所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两人来到曼哈顿，与所有董事会成员在会议室碰面的时候，整个会议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一个人都用赞赏的眼神看着吉米，那意思非常明确，你呀，从今天开始就是全村人的希望。吉米看着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董事，现如今对自己百般谄媚，心里也感慨万千。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影响力，足以让所谓的精英阶层卑躬屈膝。雷鸣般的掌声过后，奈特·爱丽丝一脸自豪地说道：“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我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正式提名吉米·史密斯先生成为我们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董事会成员。目前的11位董事会成员都在列，所以我们现场举手表决，同意我这个提名的请举手。”话音刚落，另外的10名董事毫不犹豫地举起自己的右手，其中一人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董事长，像吉米这么有贡献的员工，自然是要赶紧吸收到董事会里来的。另外就是咱们的期权协议早就准备好了，赶紧让吉米签了吧。”奈特点点头，将合约拿出来，对吉米说道：“吉米，你看，这就是我们准备好的期权协议，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赋予你公司期权10万股，约合公司总股份的3%。这些期权将分成5年时间完成兑现，只要你在这里干满5年。这些期权你就可以永久持有。除此之外，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就拥有着10万股期权的分红权。以我们目前每年股董分红2亿美元上下的规模，每年大概能够额外得到5到600万美金的期权分红。”吉米没有去看合约，而是非常认真地说道：“合约可以等会儿再聊，我现在想看的是爱丽丝所有高级合伙人的黑料。你们把你们掌握的所有黑料都交给我，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否则就直接准备解约协议吧。”众人一时间有些面面相觑，倒是奈特率先打破尴尬，笑着说道：“这个简单，既然吉米马上就将成为董事会的一份子了，这些秘密也理应与他分享。”说罢，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打开之后对吉米说道：“既然你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们的运作模式。我们每年给全美顶尖的法学毕业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为的就是从他们中挑选有潜力的人才吸收到我们的律所来。人才在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内部评级，潜力极佳的是 S 级，然后是 A 级、B 级、C 级和 D 级，而录取范围值在 S 级和 A 级这2个层级里进行挑选。一位律师往往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来积累经验，表现好的我们会给他升职加薪，表现非常好的，我们就会把他纳入合伙人计划。合伙人计划你很清楚的，就是一个薪酬和期权激励的方案。只要进入合伙人计划，就会成为准合伙人，我们会给他更高的薪资待遇，也会给他一定的期权，这些期权会分5到10年逐步兑现，逐步让他行权，以捆绑他留在爱丽丝，为我们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吉米伸手打断他：“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我主要想知道黑料的那部分是怎么操作的，具体你们又掌握了他们哪些黑料？”“好。”奈特尴尬地说道，“一旦一位合伙人做出卓越贡献，被晋升为高级合伙人，我们就需要为将来做2手准备。
高级合伙人能力很强，也有自己的客户群体，胃口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他们会要求更高的期权比例，甚至要求进入董事会，成为董事会的一员。但是我们的期权也是有限的，一个公司股份最多也就100%，每一个人都想分一点，但终究是越分越少的，这样也就会导致一批高级合伙人心生不满。所以在他们心生不满之前，我们就会给他创造一系列犯错的机会。我们律所的目的是让每一个高级合伙人都犯错，留下犯错的把柄，就像在他们身上买了一颗遥控炸弹，炸与不炸，或者什么时间炸，完全取决于董事会。说着，奈特又给吉米洗脑道：吉米啊，这种事情你也不要过分解读，以后你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外面那些高级合伙人其实就是为我们赚钱的工具，只有他们安安分分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律所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我们这些人才能够高枕无忧，每年分到大量现金。换句话说，那些人就是我们的牛马，我们肯定要用最好的链子把他们拴起来，以免他们逃走。吉米点头道：你说的我都懂，我现在要看的是这些人的具体黑料。奈特道：你别着急，我现在就把这些资料都传给你。不过吉米，这些资料你一定要100%保密，不能让外面那些人知道，否则一旦他们要跟我们鱼死网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说着，奈特便将一些文件陆续发给了吉米。吉米在看完这些材料之后，脸色愈发难看。那些平日里与自己差不多的高级合伙人，其实早就在过去几年里被各种诱导，留下了大量的违法证据，几乎每一个人的黑料都足以把他送进监狱，并且判个5年以上。而且这些黑料只要曝光出去，他们不但要遭受牢狱之灾，还会永久失去继续做律师的资格。吉米看完这些材料，便开口对奈特说道：你愿意让我进董事会，我确实非常感谢，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仅仅只是10万股期权的话，还是比我预想的要低了不少。说着，吉米又补充道：而且你们低估了我的忠诚，你们只为我准备了一份5年的合同，但我却希望能够再为爱丽丝工作10年。吉米现在想得很清楚，原本叶晨1分钱不给自己，让自己去华夏帮忙，就等于断掉了自己所有的收入，自己和家人都必须要坐吃山空。但后来叶晨也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口子，他让史蒂夫给自己背书，来确保以后这10年里，爱丽丝律师事务所还会继续给自己发薪水，而且还给自己留了30%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未来10年想多挣点儿钱的话，就必须要把爱丽丝这边的薪资基数尽可能搞大，而且是越大越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故意说出继续为爱丽丝工作10年的想法。反正自己要去华夏10年是跑不掉的，而且自己从法理上来说，又是被爱丽丝派出去的，薪资也是爱丽丝给，那就等于未来10年内与爱丽丝还是雇佣关系。所以干脆就趁这个机会拿来当成交易的筹码。他这次去华夏也算是看明白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食物链，即便是史蒂夫·罗斯柴尔德那样的人，也要被叶晨当作食物，就更不用说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了。所以叶晨把自己当食物，自己就把奈特、爱丽丝当食物。奈特听到吉米的表态，心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留住吉米应该已经不成问题了，毕竟吉米都愿意与公司签订10年的合约，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得罪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而他忧的是，吉米对每年500-600万的期权分红并不满足，这就预示着自己还要进一步出血。思忖片刻，他开口道：吉米，这样吧，如果你愿意跟集团签订10年协议的话，那我可以把期权给你加到15万股。吉米摆摆手，5年到10年翻了1倍，那你起码也要给我翻1倍，20万期权，另外底薪也要翻1倍。你们如果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出合约，我当场签字。你们如果有问题，那我们也就不必多聊了。
直接给我办离职，我走人。奈特一听这话，心里郁闷至极。期权翻倍，也就预示着每年至少要分给吉米1000万美元。如果底薪再翻1倍的话，就又要额外支出至少200万。如此一来，每年光分给吉米的钱就要2000多万了。而吉米这时候也同样在心里盘算自己未来的收入。他暗想，如果按照每年分红2亿美金来计算，20万股期权应该能分到1200万，底薪翻倍就是400万美元。再加上我之前作为高级合伙人的期权分红，去掉业绩提成之后，差不多也有个1800万美金。这1800万美金，叶晨拿走70%，我剩下30%，也还有500多万美元，倒是也够家里人日常开销了。想到这里，他忽然又意识到一件事，不对，如果我从爱丽丝带走10个高级合伙人，那爱丽丝的核心骨干就被抽空了，明年还能不能盈利都是个问题，哪还有钱拿出来分红？那样的话，起步就只剩下400万美金的底薪了，到时候一年到手只有120万，